臭婊子，你居然能追到彭城来！苏苏病了，需要钱。跟老子有什么关系？孩子都判给你了，我不管。赵大强，苏苏可是你的孩子。你放屁！苏苏还不知道是谁的野种。赵大强，大强，别跟这个臭要饭的废话了。我在厂子里拼死拼活，你就这样看待我？孩子病了，你却还在外面花天酒地！闭嘴！你不就是要钱吗？把你的破表还你，拿去给那个野种治病。妈一定给你凑够钱。先退烧，孩子肺里有杂音，还得输液，药费加输液费200块左右。我只能帮到这儿，后续医药费你再凑凑，需要找活也来找我。收表吗？收，哪种表？好表，打算卖多少？你看着给吧。80。等等，刚才看差了，这标带是原装的牛皮，值20。孩子病了，这表我留着，你要是哪天宽裕了，想赎回去，来找我。谢谢。108块2毛。姑娘，我这栋楼23间房，规矩就是押1付3。今天住进去，明天跑了的，我见多了。没钱别来租房。孩子刚退烧，我先住下，3天之内把钱凑齐。不行不行，去别家问吧。差的钱从我下月房租里扣。小陆，你这是……扣就行了。刚才谢谢你，房钱我一定会还你。钱不急，安静，别吵我干活。170块，我都记着，我会还。谢谢叔叔。打扰了。108块2毛。先想办法挣钱吧，不然苏苏就要饿肚子了。棉袜2块1双，5块3双。2块1双，你这摊位费交了吗？多少钱？别人300，你嘛2000。谁让赵大强是我拜把子兄弟，必须好好照顾你。拿出2000块钱，拿不出钱，你们母女俩就去老子的厂里还债吧。你碰他一下试试。臭娘们儿，你敢动我？反正我烂命一条，你再往前走一步，我把你这只眼珠子捅出来。疯婆子，3天2000块，拿不出来，我弄死你们娘俩！妈妈，那个坏叔叔掉了一张纸。华丰制衣厂，
2000块，我让你1分钱都拿不到。3天，从哪儿弄来2000块？叔叔，妈妈说要先还你钱。不用，先给孩子买药。一码归一码，欠多少我心里有数。你姓什么？陆景深。哪个景？哪个深？我也不确定。2个月前，我在海边醒来，身上只有这只表。房东照着磨损的刻字，叫我陆景深。不管你真正叫什么，这笔账我认。你虎口的伤，明天把铁屑挑出来，膨成天热，烂得快。说也奇怪，我对申字有种说不出的亲近感，可一看到琛字，心里就莫名发堵，像被什么东西硌着。华丰制衣厂，我倒要看看王大勇这条线里藏着什么肉。老张，你知道这谁不？这娘们儿是我拜打兄弟赵大强不要的破鞋。扫把星命，克夫克子。厂长要是把他招进去，这厂子迟早倒闭。坏叔叔，小野种，嘴还硬。欺负女人孩子，算什么男人？你谁呀？放手！行，你等着。手上的伤处理了没有？上了药。叔叔好厉害。蓟县。妈妈，那个厂子后面有个小门，我看见有阿姨从那边出来倒水。妈妈，陆叔叔，我妈妈着火了！拿好，跟紧我。先救你妈妈。再晚一点，伤口就要化脓扩散，她是累倒的。你把钱都给我了。命比账急，账以后算。妈妈，叔叔的表里面有小徽章，还有好多数字。一个连名字都可能认错的修表匠，为什么带着有家族徽章和独立编号的腕表？我在电子厂夜班，白天帮你问了。杨姐这里缺熟练车工，只认手艺。还差80条，外贸单明天发货。今天你们就是拿命赶也要完成。我能采，你是谁？你说能采就能采？鹤岗东方纺织厂8年测工，给我3分钟。好了。计件1条7毛，现在就干。行。
这声音我在哪儿听过？李红梅，你怎么进来的？王哥，我这赶明天的外贸单，你要闹事，自己去跟厂长交代。行，明天2000块拿不出来，我连人带机器给你砸了。这儿还有。外贸订单合作方，王大勇，原来这就是你的死穴。53条，1上午。杨姐，她3分钟一条，换线都不带停的。下午仓库多拉2筐布过来。好。妈妈，吃了没？吃了。陆叔叔专门给我做的炒饭，还加了1整个鸡蛋。陆叔叔还给妈妈做了饭，可香了，你闻闻。跟我来，这不是说话的地方。妈妈，这是修表叔叔。100万，陆景琛。少爷，我找你找得好苦啊！我不。叔叔，你怎么了？少爷，是我老陈呐，你看看我。陆氏在1989年委托瑞士表厂制作了12枚私人腕表，每枚都有家徽、双层表盖和独立编号。少爷，陆景琛少爷，老爷走前签了文件，港城的产业、鹏城的3间工厂全在您名下。您是唯一继承人。陆振邦拿着假的死亡证明，要吞掉现托基金和工厂，法院公示期60天。今天是第43天。我不认识你，别叫我少爷。苏苏，叔叔，你别怕。陈永年在哪儿？陆振邦，你来干什么？死亡推定受理通知书，港城殡仪馆遗体火化证明。老陈，你找了个长得像的大陆仔，就想吞掉陆家的产？那证明是假的，少爷没死。公然捏造事实，损害他人名誉，情节严重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我作证，那个修表的就住我隔壁，穷的叮当响。什么港城少爷，就是个骗子！老陈，你想私吞厂子吧？法院公示期还有17天，拿不出活着的证据，这厂子倒闭吧。
长得是有几分像。老陈，你找人倒是用心了。停机！港城法院下了冻结令，这个月的工资发不出来了。发不出工资，都他妈怪他！这个扫把星，找了个修表的穷鬼冒充港城大少爷，把厂子搅黄了。欠老子的2000块，今天拿你的血来还！谁敢动他？走！解除冻结需要什么？需要继承人身份证明，还要证明你在死亡日期之后仍然活着。去查1996年7月的海事救援记录，蛇口医院入院登记，还有腕表制作档案。老陈，17天的公示期剩5天了，你那个少爷呢？既拿不出身份证明，你还打算用那个修表匠小伙子来骗我？给你2条路，现在签字，我还能留你们厂子几分薄利；不肯签，我立刻下令清空车间，所有设备布料全部查封拖走。把这个诈骗犯扔出去！你敢！不识时务的老东西，还愣着做什么？把他给我扔出去！叔叔每天写这个，每天都写好多。陆金山，仔细看这些刻在你记忆里的数字。记住这串数字，谁都不能说。JC7709 TF0312 HK 2889周孙 C CHBC VLT Vault Access Code Secondary Beneficiary Override。 老爷留下的专属金库密码，只有真正的少爷才知晓。几串数字算什么证据 ？JC 是景琛的英文宿舍，我的真实姓名是陆景琛。失忆后，我一直看不清表底刻的这个琛字，才给自己取了陆景深这个名字。我的真实姓名是陆景琛。你可恶！你们等着，明天我要你们好看！信托部的律师函，5天之内，第1顺位继承人必须亲自赴港，完成指纹、签字与密钥3重核验。逾期未核验，陆氏全部资产将冻结，并移交独立遗产管理人。而我作为陆氏目前唯一的在场代表，依据董事会紧急决议，对这家工厂的人、财、物行使临时监管权。5天，办签证都要时间，这分明是……陈波查到的信托专线，不用去香港，电话远程核证身份就能启动受益者保护性指范，冻结争议资金48小时。HSB's Private Banking. How may I assist you? This is Lu King Sum. Registration number HK Lu 119890001. Sir, please provide your verification code.
JC7749, TF0312HK, Vault Access Code 2889043CHSBCVLT. Mr. Liu, welcome back, sir. Your account has been flagged for interim administration. Would you like to initiate a protective stop payment? Yes. Freeze all disputed assets under interim administration, effective immediately. 第一，向汇丰提交临时止付申请，冻结争议资金48小时。你的监管权作废了。第二，港城商业罪案调查科已经同步立案。叔父，你伪造我死亡证明，骗取临时遗产管理人资格。接下来，由有关部门找你对质。陆景深，算你厉害，我们走。下次我不会这么简单。叔父，你没有下次了。我们是有关部门的，根据港城移交的协查材料，你涉嫌多项指控，请配合调查。我的当事人是陆氏集团合法董事，所谓陆景琛还活着，只是陈永年单方面。这是陆景琛先生失踪前在港城仁和医院封存的术前血样，与3日前依法采集的现有样本所做的同一人 DNA 比对。这不是亲属鉴定，也不需要陆家任何人的样本。报告只证明一件事：厂里那个人就是失踪前的陆景琛。你为什么还活着？那场海灾为什么没把你带走？你爸临死前都神志不清了，还要改备托，把你列成第一受苦人。我替陆家撑了20年，他眼里为什么永远只有你？所以你伪造我的死亡证明，拿走本来不属于你的东西。陆氏是我撑起来的，他欠我的。你撑着的是华丰厂300万的抵押债，还是你境外账户里的赃款？陆氏审计报告、资金流向和原始信托文件，何律师会全部提交。还想跑？欠我们的账没清！放开！我什么都不知道。你带人围场砸货，这么快就忘了？陆振邦在彭城还留了一步棋，他说就算自己出事，那步棋照样能弄死这个厂。什么棋？厂子的土地使用权证不在你们手里。抓走一个陆振博，不等于厂子已经安全。真正的杀招还埋在地底下。核查和复议程序已经完成，今天正式恢复生产。拖欠工资下午补发，另加20%护工补贴。工厂更名申请已受理，名称改为深红制衣厂。陆金深的深，红梅的红。以后生产厂长兼总制演李红梅，即日上任。他来不到10天，凭什么？看，11条，2个小时，锁边误差不超过半毫米。你们谁能做到？以后在这个厂子里，我用人只看一样东西：本事，能扛事儿，能出活，就能升职。散了，下午开工。李厂长，少爷没跟你说土地使用权证的事儿？没有。这块地随时可能被过户。土地使用权证在陆振良收购的那家律所手里。脚底下的地随时能被人抽走。原来那些深夜热粥，他全都记着，连苏苏随手画的画都好好收着。
你什么时候拍的？某个深夜，我头痛醒过来，推门看见桌上一碗热粥，那一刻脑子什么都记不起，唯独心里暖得踏实，就随手拍了下来。这些天里每一个深夜，每一碗热粥的味道我都记得。谢谢你。桌子是你的了，那2样东西别撤。不用谢，以后夜里我依旧给你留热粥。2000条绿卡裤，3000件衬衫，刨去人工水电，这个月倒贴8000，账上能动的钱只剩4万7。按这个烧法，3个月后厂子得倒闭了。我有点想念陈伯了，厂长这活真不好干呀。看，陈伯搞来的，让我们去试试，但咱们厂的东西拿过去不行。秋娇会进了这道门，哪怕只拿到1个摊位，利润都不止翻5倍。给我5天。5天？5天，我出3个系列，版型、面料、配色我来定。秋娇会，我去拉单。杨姐，把库房里的好材料全搬我办公室来。妈，水。日本棉细度够，但这批货的色牢度只有3级，外商要的是4级。新疆长绒棉绒长35毫米以上，做秋冬外套挺阔，天然棉籽壳还能打环保未经漂白的卖点，晒够了太阳，暖的都有股阳光味儿。妈，我帮你压着纸。腰线太紧，外商的模特骨架大，得放宽2寸。少爷，陈伯，帮我查一件事：陆家1967年到1993年所有对内地的投资记录，特别是东北红梅纺织厂。少爷，你想起什么了？没有，只是怀疑。另外，把陆家1967年到1993年所有对内地的投资记录整理一份给我。红梅纺织厂。最后一件。你怎么来了？能站吗？5天，3个系列。别硬撑，我送你回去。苏苏，
这是红梅纺织厂的厂徽。陈伯说过，这是我爹1967年在东北亲自定的标志。无瓣梅花，中心网格代表纺织经纬，他画的是红梅厂的厂规。可他怎么会知道这个？他跟我爹到底是什么关系？周老板，按您说的，毁了这些样衣，深红就交不出货，广交会的名额就废了。着火了，妈妈！谁干什么？啊！老实蹲着，敢乱动我直接扭送派出所。红梅，这件废了。昨晚那混蛋泼的油酸太毒，咱们还有10件，也够去广交会了，算了吧。我李红梅的字典里没有算了。妈妈，衣服生病了，能治好吗？能，妈妈给她打个补丁。这太绝了！厂子叫深红，以后咱们所有的衣服都绣这个。这不是补丁，这是咱们的商标。为何每次拥抱一句再会？明天6点的火车，你不去？去。红梅，你说我失忆前是不是会讲粤语？这个我就不知道了。但这2天你在车间查货，嘴里蹦的是雅提萨萨姆塞，你自己都没发觉，你的记忆在慢慢恢复。我好像就是港城人。准备准备，明天一起去商品交流会。哟，这年头广交会的门槛这么低了，什么阿猫阿狗坊都能进 C 区。我们罗湖2000人的大厂，你们几个人啊？连个挂衣服的架子都买不起。阿伟，你快看，捡破烂的来布展了。套轴，拉绳。好。瞎折腾什么？一堆破烂还能飞上天？妈妈，旋转木马。Hello, sir. Look at our suits. This one? Oh my god, pure artwork. Too much. Hong Kong, 6. Same quality, 6. 连句洋文都憋不出来，还想做外贸？我看你这堆破烂，6块钱都没人要。Monsieur. Monsieur, regardez la couture. Double surrupe, 14 points par poulie. Les usines de Gangsheng font du simple. Ça se défare en 3 lavages. $6, même pas le tissu. Tu parles française? Tu l'as appris où? C'est l'accent du Nord. Oubliez. Mais votre voix me rappelle tout. 这修表匠说的什么娘语？有意思，14针，7块5，5000件。成交。
12月之前，货送到海塔港。你的法舞很正宗，想起来了，告诉我故事。你会法语？你到底是什么人？粤语、法语，也许我比自己想的还要厉害。经纬异色，小姑娘，这种料子要2套染缸分染，鹏城的散染房出不来这个色准，还要做5000件，你连料子都凑不齐。就是，还真以为签了单就能吃下，也不怕撑死你。哈哈哈哈哈哈哈！东北老粗布，经纬分纱，粗细不同。我用它做底部，色准不用靠染缸，只靠织法。老板，你要是面料不够用，我匀你2匹。你等着！11500件，咱们厂12台缝纫机，一天满产也就120件，差了3倍。阳城城中村有散工缝纫队，按件结钱，你管验收，把活包出去。那些人只认本地人，只听粤语。交给我吧，你放心。老板，查清了，他们厂里就12个工人，产能根本不够。明天一早，我再去深红厂挖人。Double stitch, strong。李红梅，老子知道你在这儿。哈哈，行啊，穿这么板正，都跟洋人做生意了。李红梅，你拿着我的钱在鹏城开厂，忘恩负义呀！你跑了1个多月，孩子也带走，你对得起我吗？拿钱跑了？当初你扔给我2毛钱，现在我还你。从今天起，恩断义绝。放开我！李红梅，你别得意，我不是一个人来的，你别以为这么轻松就甩开我！他走的时候说了什么？说他不是一个人来的。明天我不去城中村了，你做生意，我看门。谁带他来的？妈妈，你快看，这是我的专属账本。王奶奶教我的，圆圈是人，方窗是钱，三角是货物。大圆圈是之前的坏叔叔，小圆圈是展馆里那个打领带的陌生叔叔。他们偷偷说要拉高海关质检线，让妈妈第一批出口货直接过不了关。那个打领带的叔叔还说了一个数字是4。色无度4级。杨姐，立刻告诉我，厂里目前这批成衣染料色牢度最高能达到几级？3级稳稳的，4级够呛。咋突然问这个？换料，全部换成德国进口的 Bioma 染料。那个料贵5%，利润本来就薄。 3级色度的货，到了德国海关100%原地退货，高额违约金，口碑崩盘，我们根本赔不起。
赌不起。行，我明天去联系。可是阳愁州哪里有贝玛的代理商？我不知道地址啊。阳城天河区天生北路128号3楼，德国化工代理，贝斯玛全线产品都有现货。你怎么知道？杨姐，记下来，天强北路128号3楼，明天我去拿货。1万件单子，合同总额折合人民币约140万元，首付款20%，约28万元。但这笔钱不是纯利润，先扣布料、工资、运费和税费，真正能留下周转的只有12万元左右。不是我赢，是我们所有人终于能好好喘口气了。我是鹤城的，红梅纺织厂养大的我，厂子彻底倒了，我走投无路，才嫁给赵大祥。1967年，父亲只是以港澳设备援助代表的身份到鹤城，真正的投资是1983年才开始。可这3个名字，为什么会被他单独留在私人档案里？何志远律师事务所，请问？我是陆景深，请何律师替我查2件事。第一，1967年那批设备援助的完整行程和人员记录。第二，1983年1200万港币的每一笔去向。明白。还有吗？重点查当年的经办秘书周国堪。横要稳，落笔不怕，字跟人一样，站得直，才不会被风吹倒。父亲，您不是在谋划什么？您到底想补偿谁？红梅，雨太大了，等会儿再装。海关2点结关，1秒都等不了，误了船期，我们赔不起违约金。齐了！你要学会多爱惜自己。苏苏还在家等着你。臭小子，也不知道从哪儿学的撩人的话。海外第一笔预付款准时到账，按今日汇率结算，整整28万人民币。燃料款、代工费，今天全部结清。好，剩下的钱呢？剩下的直接买厂。全是日本岛新原装设备，12台横机，6台原机，只需要更换线路板调试，就能直接投产使用。妈妈，有画画的纸。无缝针织工艺，正是广交会上那个港商独家展示的核心技术。目前国内没有任何厂家能够复刻制作。当年红星厂引进这套独家技术，耗资整整120万港币。立丰纺织就是周国安的公司，我们一旦用了他卖的技术，他绝对会借机找茬，恶意追责。
设备图纸，走法院村委员公开公拍卖流程，合法交割，产权干净。他若敢跳出来追责图纸版权，就得先交代当年那些黑钱去哪儿了。别想了，等明天拍到红星针织厂的使用权，再慢慢扫虑。倒卖天价落后技术，害得一众工人家庭支离破碎。周国安真是好算计。喂，何律师，彻查周国安，我要他这些年所有的信息。红星针织厂整体资产起拍价7万元，竞开条件除甲款外，还包括持续经营和日工安置承诺。现在开始8万、 14万、 14万。表哥，几年没见，听说你在彭州修表。你出海那条永昌号，船长廖海生当初还是我介绍的，海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你不如亲自问他。双方同价，依本次处置补充条款，能够提交完整职工安置方案，并承诺3年内不改变生产用途者，享有同价优先受理权。这是深红制衣厂的竞购资格资金证明，以及300名下岗职工的安置方案。一间小厂，账上哪来的14万？南洋银行不可取消履约公包，只保证深红按期付款，不取得厂房产权，也不附带经营条件。公包真实有效，竞派主体仍为深红制衣厂。你动用陆氏信托替他担保，就不怕自己什么都拿不到？他买的是厂，不是我。你们真正怕的，也不是这座破厂，是保险柜里那笔被挪走的300万。同价优先条件成立，红星针织厂整体资产由深红制衣厂以14万元释让。厂归你们，图纸和技术可未必归你们。你只做担保人，产权、经营权和用人权都归深红。这句话今后也不变。不变。那300万的证据真在保险柜里。记忆只回来一部分。我记得柜号，记得父亲把一份蓝色风方放进去，却不确定里面还剩什么。别逼自己一次想完，先把厂接下来，再去开柜。好，你收厂，我取证。成交价14万元，受让人为深红制衣厂，厂房、设备、存续合同及档案按清单一并交付。机器检修完，第一批先招原厂下岗职工，工资、工龄和安全培训全部写进合同。别急着庆祝，立丰纺织明确主张，红星厂停产后，原技术授权已经终止。你们敢按那张图纸投产，周国安马上起诉。授权终止条件是工商主体注销，红星厂只是停产清算，主体从未注销。本次拍卖又明确包含存续合同权益，复印件能证明什么？原件在南洋信托3号保险柜，那里不只有授权协议，还有1983年东北项目的原始资金流向。那就看你能不能活着拿到。他说的是威胁还是心虚？都可能，所以这趟港城我必须去。陆叔叔，你去港城还会回来吗？会，事情办完就回来。你的铁皮青汪还没修好，修好也要回来。好，修好也回来。别为了哄孩子随口许诺。不是哄他，是我自己愿意回来。找蓝色工艺图，还有南洋信托的保管清单。
有受伤？他们在找蓝色的图，还有写着保险柜的纸。保险柜开柜记录只在港城信托系统里，厂里没有。他们想找的是我父亲留下的保管清单和柜内目录。苏苏，你是爸爸的复兴。你刚才说爸爸？等我从港城回来，我会认真问你愿不愿意。港城一家私人保安公司的装备编号。他们追到彭城来，说明柜子里的东西还在，或者至少还有他们没销毁干净的部分。也说明有人知道我明天开柜。今晚的证物交给警方，明天你照常去港城，律师全程陪同，任何一步都留痕。场子交给你，证据交给你，谁也别逞强。2名嫌疑人已经抓获，雇佣款来自陆申文控制的一家空壳公司，暂时还不足以证明陆振邦直接受益。他们供述的目标有2样：蓝色公益图以及南洋信托3号保险柜的保管清单。也就是说，对方最怕的是陆金生顺利开顾。你们可以按合法程序取证，但不要私自接触嫌疑人。所有复印、封存和交接都必须有律师及信托人员见证。我今天就去。陆景琛先生身份核证完成，依信托章程，您作为明确指定的第一受益人，有权在律师见证下开启3号保险柜。原件在，专利正文可以打。昨夜有人以旧授权书申请调炫，被值班经理廖海生放进保管区，监控只拍到他带着一个黑色文件箱离开，马上报警，封存出入记录。先封证，没有核验过的记忆，不能为任何人定罪。授权协议原件拿到了，300万的原始流水也在，遗嘱副本被廖海生带走，他已经离港。先把现有证据交给警方和法院，别独自追人。何律师正在办。身份核证已经完成，原来的5日紧急窗口终止，法院改给90天继承文件签署期。大家看一看，李红梅不守妇道，勾搭港城老板，狠心拐走我亲生女儿，霸占我的孩子。法院早有判决，你家暴成性，品行恶劣，苏苏抚养权归我合法所有，还屡次到校闹事，造谣抹黑，立刻报警。看清楚，1989年3月生的，我跟他6月才领证，他未婚先孕我都不嫌弃他，现在他发达了就把我一脚踹了。苏苏是1989年11月出生，这个登记是假的。材料给我看看。这个编号在医院存证里不存在，你涉嫌伪造证明材料，证据先封存核验。赵大强，跟我回所里说明来源，交代材料来源与闹事动机。妈妈，外面吵闹的那个人已经走了吗？走了，坏人被警察带走了，以后再也不会来打扰苏苏，再也不会吓到你了。周国安，商业场上赢不了我，现在居然对一个孩子下手。等陆成明从港城回来，厉风欠下的这笔账，我会连本带利的清算到底。万一孩子不是你的呢？那更好，李红梅就是个免费保姆，我每个月工资自己潇洒，她拼死拼活挣的钱全部补贴家里。开心不开心有什么关系？有人伺候着就行。一个带着拖油瓶的女人，除了我，谁会要她？李红梅那傻女人以为孩子是我的，正好，我就用孩子拿捏她一辈子。红梅，我能抱你一下吗？我不是要你替我委屈，我知道。真心疼我，就别擅自替我做主，就让我自己来。好，这些年让你受委屈了。
没什么委屈的，都过去了。盒饭凉了，热一下再吃。大强哥，前段时间有个人专门找过我。谁？说是立丰纺织的人，专门问我认不认识李红梅，知不知道她厂里的情况，还说只要我肯帮忙打探厂里消息，就给5000块报酬。5000？你答应没？周国安，你这张网织得够深，我的刀今天才出鞘。1967年不是投资，是设备援助。1983年才签正式合作协议。3个人都在，他从一开始就卡在我爸妈和陆正廷中间。阿琛，你出生那天，东北下了很大的雪。可妈妈说我生在港城。不管你从哪里来，你都是我的儿子。你想起什么了？我爸很早就知道，我的出生地不是港城。我爸为什么会没收陆正廷的钱？除非他觉得这笔钱不该收。1984年厂里断了资金，我爸的医药费和工人工资一起被拖欠。1991年，厂子才彻底停掉。这200万要是进了厂，我爸那年也许不会死。周国安不是现在才盯上你，他从1983年就在吃这家厂的血。一张名片，一盒磁带，一笔旧账，现在还差原始账本和当年在场的人。去鹤城查旧厂档案，也查赵德柱。生意的账要查，人的账也要查。蛤蟆，叔叔包的饺子是一窝蛤蟆。面皮边缘沾点清水，褶皱就平整了。试着捏一个。怎么了？没吃饱？不是，突然想起来了，3年前除夕是我最后一次吃饺子。好大的烟花，好大的烟花，好漂亮！叔叔，你怎么哭了？风太大，吹的。我想起我爹了，他最后一次带我放烟花，也是除夕。他当年跟我说：“阿深啊，以后要是碰见愿意陪你吃饺子的女人，就娶了吧。”冷了，下去睡觉。妈妈，叔叔说的那个吃饺子的女人是谁呀？是不是你呀？别问了，乖乖睡觉去。我知道了。何律师打来的。廖海生跑了，保险柜里少了一份核心原始文件。看来这个安稳年到头了。半年多，整整半年多，个没良心的小兔崽子！哈哈哈！外婆都以为你死了。对不起，我什么都不记得了。原来这就是那个让你不肯回港城的女人。奶奶你好漂亮啊！这丫头的眉眼竟和郑铮年轻时有几分像。海生出逃的事，你们应该已经知道了。他带走的那份核心文件，是你父亲陆正廷生前留下的遗嘱副本。海生连夜跑去了立丰，这会遗嘱应该已经在周国安手里了。漂亮奶奶！
的，奶奶吃。是不是可甜啦？这3把泡过水，根发白，叶子胀，便宜2毛，不然不要。大姐，你眼神太毒了。买菜都能精准挑出泡水的。30年前，我在西营棚试事，也是这么1分钱掰成2半花。这女人一身硬骨头，绝非寻常。外婆4天了，看来李红梅不是贪图你钱的人。苏苏的生父是赵大强，对吧？是，法院判决和户籍材料都写得清楚。赵大强有家暴记录，苏苏一直由红梅独立抚养。那你为何执意护着这孩子？他害怕时只会找我，我答应过他们母女，再也不让他们受欺负。走，去天台吹吹晚风吧。那你是怎么想的？我不是苏苏生父，无权逼他认我。那你想不想当？我想，但我等他们母女点扣。我先尽责，不求名分。妈，若阿深归来，身边有东北姑娘，务必善待。当年东北投资救命款被人私吞，我亏欠李桂芳一句公道。陆家欠李家的，必须还清。李桂芳就是红梅的母亲。那幅《红梅报春图》也是她绣的。真心待她，就别用陆家身份压人。做伴侣先并肩，做父亲先坚守。他在拼场子，我不会替他做主，也不会让陆家收走他的事业。不愧是我陆家男儿。周国安的事我来摆平，但你年后必须带他们母女回港城。去干什么？开董事会。你外公的遗嘱正本在林氏保险柜，必须继承人到场签字，才能启动彻查旧案。董事会那帮人已经蛰伏太久了。周崇安，你的死期到了。把皮号换成深红追加订单的皮号。这不是他们的货，真送检，批次追溯会对不上。我只要一份匿名举报材料，工商进场，停他们3天，追加订单就会违约。他们靠一块补丁翻身，我就让那块布变成毒布。一份留厂封存，一份送试检，一份交独立检测机构。每份都有取样员、仓管和工人代表签字。还没收到举报通知，为什么先做这些？周国安在专利上压不住我们，一定会碰原料和胶漆，证据要走在他前面。消息来源还在核查，但预警是真的。那就让他来查。接到实名举报，深红制衣厂涉嫌使用有毒伪面料伪造出口质检报告，依法抽样核查，相关批次暂时停止出库。可以查，请先核对举报样品的批号、封样人和流转记录。我们所有原料都有双份留样，举报样品只要不是从这3只封袋里取出，就与深红无关。现场重新取样，封存送检。若举报人提供虚假样品，我们会另案处理。李厂长，是我们核查有误，多有打扰。2位慢走，不送。李姐，刚才真是吓死人了。是周国康的匿名举报，他抓不到实锤，必然还有后手。所有人正常开工。
这是我画的，虽然记忆没恢复全，但数据我看得懂。能不能直接纱线成型？目前还不行，得先优化领口、袖口、侧缝结构，这样能减少1/3线头与返工量。虽不算全新设备升级，但单件成衣节省8分钟工时，返工率显著下降，产能大幅提升。不用追求极致顶配，侧围工序减少1半，工厂少浪费，稳步盈利，就是最好的改良。技术降低成本，细节才让人愿意买。主办方看中了我们的改良工艺，邀请下月赴港参展。先做3套稳定样品，再算成本，别为了展会把生产线拖垮。这次我们一定要拿下纺织展。港城春季纺织展创新样品区入选，内地仅6家。这是入场券？对，最终订单还得你自己谈。谁填的？不是我。不能带苏苏去港城。可我普通话不标准，港城谈判行吗？一定可以的。到时你讲技术，我负责翻译、谈判。行，但合同、成本和交期全部我说了算。好，你的厂你做主。李姐，律师所送来的。涉嫌侵犯我司于1993年申请之发明专利，限15日内停止一切生产。周国安，咱们下午就要出发去港城了，但周公安要求我们15天内停用改造方案。他的专利写的是整机一体成型，我们是旧设备局部改造，侵权范围不重合。那立刻让律师做不侵权比对，同时备齐原始图纸、采购凭证、试验日志。好，等忙完港城展，再好好与周伯安算账。港城是不是陆叔叔的家？是，我以前的家。那你回了家，还会回来吗？苏苏，昨天你听见什么了？我听见不能带我去港城，我以为叔叔走了，就不要我们了。放心吧，不会的，以后去哪儿，妈妈说了算。要不要我当爸爸，你说了算。怎么了？没事，想起了一些不好的记忆。现在起，有我在，你不再是一个人了。你这些话还是留给小姑娘说吧，我可不是一句好话就能交底的。我知道，等把展会办完，拿到回港城的筹码，我再正式跟你讲。你这人表白还要列个日程表。50次水洗后还能保持吗？这是第三方检测报告，达不到绝不接单。首批2000件，合同总和8万美元，首付2成，45天交期。寄件人叫马继海，说是红煤厂旧库房保管员。妈妈，这个胖爷爷我在赵家的旧相册里见过。赵大强他爹赵德柱。李厂长，我按你们律师的查询函清理旧库，先找到这张报纸，还有一只上锁的铁柜，标签写着李成山私存。今晚开封，全程录像。里面任何东西都不要拆散，请登记、封装，交公证人员寄送。这是我妈李桂芬，这是我爸李成山。赵德斌当年是副厂长，也是设备交接监望人。
1967年只有设备援助，1983年父亲才正式签下1200万港币合作协议。1984年资金链断裂，我爸病死，赵德柱第2年辞职，带着全家来彭城，突然发了横财。赵德柱吞的是明账，替他在港城接钱洗钱的人藏在暗账里。周国安不是3拨人，是一条线。陈维，查1983年东北项目全部资金流向，查利丰贸易背后的港城股东，也查赵德柱离职后的第1笔钱。铁柜开了，里面有红皮账本、一封遗书和写给陆正堂的旧信，公证员已经逐页登记，明早寄出。谢谢马师傅，我爸留下的账明天到。新仇旧账一起查。是我爸留下的。红梅，你不是我亲生的。1984年清理旧库时，我找到工人医院送回的产科涤荡，桂芬当年生下的是男婴，可我从医院抱回的是一个颈后有红痣的女婴。我去问赵德柱，他不肯说，只叫我把这件事烂在肚里。我无能，没替桂芬找回孩子，也没替你找回亲生父母。若你有一天查到这里，去问赵德柱，当年2个孩子为什么会被换，他看见了全部。血从哪里来，不由人选。但你叫我一声爸，我就永远是你爸。父李承山绝笔，他早就知道，他明知道我不是亲生的，还是卖掉家里唯一的手表给我交学费，病得下不了床，还怕我没饭吃。所以李承山没有骗你一辈子，他用一辈子告诉你，他是你爸。换孩子的人是谁？赵德柱知道，可我爸是谁？这封信已经说清楚了。别猜。没有证据之前，我们谁都不替自己认命。周国安抢走救场救命钱的人，和现在告我们侵权的人，是同一个。李厂长，明天带公证人来，账本、遗书、旧信，全部做证据保全。能证明技术来源吗？我们不仅能证明技术来源，还要申请重启1984年的旧案，追查赵德柱。生意的案子，我们自己要打，真相也要查到底。我实名举报，深红制衣厂的陆景深伪造身份，还吞了我爹在红星厂20%的股份。有关部门来电话了，说经营许可证可能冻结。协议是1993年的，有公章、签字和公证号。工商让我们3天内自证清白，否则港城展订单和专利复议达发全部暂停。赵大强想拿我的名字做文章，这份公证能证明陆景琛和陆金深是同一个人。红星厂当年是镇属集体企业，不存在个人持有20%股份。这份协议的基础事实就是假的。协议上的公证人叫张永福，1993年在宝安区第2公证处任职。让他出面。不可能了，1995年他死于一场未侦破的肇事逃逸。周鸿安敢用这份协议，是因为他认定公证人死无对证。人不在，抵当还在。妈妈，看我缠的大毛线球，真棒。李红梅，去跟杨姨玩一会儿。如果公证处抵当里没有这份协议，就是伪造公证文书。方律师明早去调档，3天后有关部门审查。赵大强想把水搅浑，那就让他看看
真账到底有多沉。后天上午9点，有关部门审查，拿不出原始文件，厂子的经营手续就会被暂停。妈妈，后面有蓝色的角。不是清算报告，是资金。不是2宗案子的编号相连，是同一个地址，同一名代理人，隔了12年还在替陆振邦办事。先把证据保全，旧案能不能重启，我们让证据说话。这一次不靠猜。陈伟，把 HK19840037卷宗调出来，重点查 ZB17的真实身份和过渡账户。卷宗记载，赵德珠在传唤前一天离开鹤城，嫌疑人失联，账户冻结失败，过渡账户代理人 ZB17 提交了一份虚假销户申请。ZB17 的登记证件属于陆振邦，1996年伪造死亡证明的经办费也从同一控制账户转出。12年前替他压旧案，12年后替他吞信托，线索终于接上了。正本交司法机关，副本提交经营审查，每一页都做公证。你提交的股权转让协议没有公证抵偿，红星厂又是镇属集体企业，不存在你父亲个人持股20%的事实。假协议谁给你的？谁让你拿去举报？我爹给的，他说只要拖住申红，港城那边就会给钱。赵德珠在哪儿？福田港峡村第3条巷子麻将馆2楼，他改名叫张富贵。赵大强招了，有关部门明早联合抓捕。赵德柱从1984年逃到现在，隐姓埋名13年，他以为所有见过真相的人都死了。可账本还在，医院档案还在，人证也还在。明天一起去，不抓到他，我们永远无法知道真相。纸张、印章和登记谢记均符合年代。值班记录显示，赵德才在2名产妇生产后，同时办理过转院和出院手续。能证明孩子被换吗？与李成山遗书、赵德柱口供相互印证，可以证明存在调换，但要完成法律上的亲缘确认，还需要找到沈慧兰，在双方自愿的前提下进行鉴定。赵德柱的口供只打开一扇门，真正的身份还要等医院档案、物证和沈慧兰本人核验。但谁养大我们不需要鉴定。这个账户从1984年持续给赵德柱送钱，1996年1月注销，2个月后，周国安的立丰贸易注册。那就把换孩子的人、吞钱的人、炸船的人一条线查到底。总协议1200万，700万进入红煤厂设备和工资账户，300万转进陆振斌控制的鹏城实业，200万进入周国安的过渡账户，再分给赵德柱。数字终于对上了。陆振邦挪走的300万，1985年进入鹏城一处地产项目，地块辗转腾挪，1996年转到立丰贸易名下。港城法院已经受理旧案重启申请，并对对应权益发出临时冻结令。我爸替那些拿不到工资、看不起病的工人，今天他终于不是一堆没人信的数字。父亲不是投资失败，是被最信任的人掏空。赵德胄拿钱逃，周国安洗钱换壳，陆振邦拿地做大，3个人不是临时勾结，是一条做了13年的链。把陆振邦追加为被告，周国安列为共同追偿人，我马上安排。真相已经有了轮廓，资金的账也闭合了，只剩那条船。廖海生还没找到，前面的线索只能证明他与陆家有联系，不能证明是谁命令他动船。那就别抢着下结论，等法庭上听陆振邦自己说。侵占、洗钱、伪造死亡神座，我全都认。但陆京深，你别以为陆正廷留给你的全是父爱。为了保住男丁继承人的位置，
他把亲生女儿丢在东北，把你抱回陆家。如果不是你，家主的位置根本轮不到你父亲。这件事，赵德处已经供述，医院档案也在核验。那他有没有告诉你，陆正廷后来后悔了？哈哈，那个老不死的，临死前背叛了我，把你明确列为第一受益人，又派人去找李红梅，想公开当年的真相。他说，2个孩子，一个都不能再丢。只要你活着回来，只要李红梅被找到，我就永远当不上陆家家主。所以我要你们都去死。所以永昌号是我让人动的手脚，廖海生是陆文华找的，炸药是我叫人装的，不是你爹要你死，是我。肃静，法警控制被告。陆正廷换了你，利用了你，你还要认他做父亲吗？他换子是一生洗不掉的错，他养我，教我，临终想保住我也是真的。错不能因为爱被抹掉，爱也不能替罪开脱，更不能拿他的错替你炸船杀人开脱。关于爆炸案的当庭自认，请完整记录，并移交刑事侦查。叔叔，你是我们家的。叔叔知道。你恨陆正廷吗？恨他？我不知道，只是我们好像都做了许多错事。那就一件一件认，一件一件还。上一代的错误与我们无关。案件结束以后，我陪你找沈慧兰，也找李桂芬留下的东西。好，把被藏起来的真相找回来。被告陆振煌侵占、洗钱、伪造死亡文书等罪成立。爆炸案证据补充后，并案判决，数罪并罚，执行有期徒刑25年，并追缴违法所得。结束了吗？案子有了判决，欠下的人生还要慢慢还。